最近1个星期，妍希已经做了无数次相同的梦，跳了无数次的楼。梦里，她所处的世界是一本替身逆袭小说。她是病弱的白月光，也是恶毒女配。我发现我的世界是一本小说，在这本替身逆袭小说里，我是恶毒女配角，原本女主是绑定万人迷系统的陈香香。她因为跟我长得相似，小说主角陈香香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村姑，因长相跟她极其相似，被她的父亲袭警行收养，当做了她的替身。可当我回到家，我才发现我失去了一切。我的父亲，我的朋友，你还回来干什么？你只会给这个家带来痛苦，这个家不欢迎你回来。而我在书中因为嫉妒，事事跟陈香香作对。走开，不要你假好心，妍希你果然是个恶毒的女人。香香，你没事吧？妍希一度并不相信，陈香香坏笑地看着妍希，就这样拥有系统的女主陈香香夺走了我的一切，而我被所有人厌恶唾弃，最后被曾经的爱慕者设计毁了容，结束了生命。妍希站在露台上，早春的风还带着森森寒意，她却穿着单薄的病号服，神情怔忪。照顾她的护士推门看见这幅情形，顿时有些紧张。严小姐，您快回来，可千万别着凉。把妍希劝回房间，护士将托盘里的药递过来，妍希看都没看，直接悉数吞下，眉头都没皱一下。您父亲今天路上出了交通事故，不能来接您，出院了。不过他人没有大碍，说明天一定会过来的。小说剧情就是这样，父亲出了交通事故没来接我，我回去砸了陈香香生日宴。没关系，我已经成年了，我可以自己出院，我不会跟书中的自己一样，成为悲惨的恶毒女配。护士怔愣了一下，即便如此，她也不敢松口。我帮您去问问医生。等他走开，等他走开。妍希拨通了许久都不曾拨打的电话。舅舅，我想回家，您能安排人来接我吗？电话那头一阵手忙脚乱的声音，紧跟着是严允之堪称狂喜的声音。可以，当然可以。3个小时后，车子抵达了一处别墅区。自家别墅院子里张灯结彩，是特意装饰过的。哎，你一会给香香送什么礼物啊？不告诉你，反正是好东西。妍希穿过庭院，径直往大门这边走。你谁啊？谁让你进来的？快出去！大门猛地推开，一个梳着大背头的男生从里面走出来。见状皱眉抱怨：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了，扰了我表妹的生日宴，你们负得起责吗？这个人是陈香香堂哥陈勋。妍希声音淡淡的：这是我家。刚想说2句，猛地看见了妍希的脸，虽然戴着口罩，可是露出来的额头光洁饱满，柳叶眉，杏仁眼，睫毛很长，漆黑浓密如鸦羽，衬得眸色漆黑如墨，漂亮的不像话。你赶紧去招待香香的同学吧，我来跟这位美女说。小妹妹，你别开玩笑了，你说这是你家，这可是豪门，你也不看看自己穿的是什么破烂，说谎都不眨眼，不如跟了我吧，我给你买新衣服啊。笑嘻嘻的，语气流里流气，充满着自以为是的调侃，另一只手也不老实的直接朝妍希的月曜上搂了过来。妍希没想到这人居然这么不讲礼貌，直接就动手，他飞快的侧身躲了过去，将他的打掉脸色冷了下来。滚开！当场就变了脸色，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这可是你自找的。忽然扬声大喊：快来抓小偷啊，这里有个女的混进来，偷了我要送给香香的手链。这谁啊，胆子也太大了，在席家偷席家大小姐的东西，来蹭宴席的吧，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此时有个保全走过来，这位小姐，请你把香香小姐的手链交出来。妍希缓缓地说，大厅里有4个摄像头，监控着家里的一切，是我偷东西还是他满嘴谎言，看看监控不就知道了吗？保安一问，想着你怎么会知道？旁边众人喊着，听他废话什么，赶紧送去警察局。就是香香一会就要下楼切蛋糕了，可别破坏了她的好心情。这位小姐，请先跟我们出去，你们把人按好了，本少爷来好好搜搜，与他把我的手链藏哪里了。很好笑吗？妍希忽然开口，一脚踹挣脱，赏一巴掌给保全，走了过去，赏了一巴掌给陈勋。还搜吗？你 TM 竟然敢打我！有人摩拳擦掌，准备出手给妍希一个教训。就在这时，大小姐，忽然空气里一道惊喜的声音传来。妍希抬头就看到站在楼梯上的老管家，一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泪水，走到妍希面前，仍旧心绪难平。大小姐，您终于回家了。妍希的眼神软了一下，和伯伯好久不见，这个人你处理一下。鲜白的手一指，正是陈勋。顿了顿，我有点累，先上去休息了。管家，这谁啊？陈勋不明所以，但是不妨碍他表达自己的不满。他偷了我手链呢，那是我送给香香的。而且什么叫处理一下？当他们是阿猫阿狗呢？偷个屁偷！谁知和管家半点不买账，他插着月要瞪着眼，中气十足。你在席家污蔑席家大小姐偷了你的手链，你哪里来的脸？佣人呢？快把他给我轰出去！大小姐，席家大小姐愣住了，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立刻把他给我轰出去。陈勋脸色变了变，那个痨病鬼，他不是快死了吗？不是，席家哪里来的大小姐？不是香香才是席家养女吗？不知道啊。对了，香香呢？要是陈香香知道自己堂哥就这么被佣人轰出去了，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2楼休息区的露台上，陈香香说着：“你们能来帮我庆生，我已经很开心了。17岁的生日有你们，真的弥足珍贵。”傅雨怀看着他娇艳的脸庞，眼神微微闪烁了一下。是吗？那是我的荣幸。他生了一双狐狸眼，平时总是笑眯眯的，看着比霍子昂好亲近的多了。陈香香看见远处的管家跟佣人，和管家陈生还不快送到大小姐房里去？光喝酒对胃不好，我去让他们把点心送这里来。跟佣人说不用送到我房间里，送2楼露台那边。等到了房门口，余光看了一下，那个人是妍希。他怎么回来了？猛地看见妍希，他下意识的蹙眉：“你是谁？为什么乱闯别人的房间？”你渐渐的就没了声音。妍希有些意外的看了对方一眼。小说里陈香香出场就带着一股少女的娇憨和迷糊，经常做出平地摔进男人怀中这种事，这也是最迷人的气质之一。妍希还以为他眼神不好，可现在看来明明就不傻嘛。他心平气和的笑了笑：“是啊，为什么乱闯别人的房间？你又是哪位？”和管家满脸的尴尬：“先生这办的都叫什么事哦？”这位是陈香香小姐，先生请回来的客人。和管家只能如实答：“我知道。”妍希在旁边的贵妃榻上落座，拿起抱枕抱在怀中，单手支着脑袋，看着陈香香，浅浅笑了一下。她是当年陈家的那个小姑娘吧？没想到13年过去，已经长这么大了。妍希不是已经病了好几年了吗？长期生病住院的人，多半心态是变态扭曲的。回到家里，骤然看到已经有人登堂入室取代她的位置，她不应该大吵大闹吗？这个房间里的布局换回之前的吧。妍希忽然吩咐：“床单被褥都给我换了。”陈香香眼底飞快划过一抹异色，她知道妍希终于要露出真面目了。“对不起，这是你的房间吗？”陈香香慌慌张张的，眼里充满了自责。“抱歉，我不知道你要回来。昨晚大雨，我房间的窗户没关，淋了雨。是伯父非要我住进来的，这就让人把我的东西回去。”她一副愧疚的不行的样子，眼底隐隐带着水光，着急忙慌的抱着枕头准备走。“香香，这是做什么？”傅雨怀有些诧异的声音在门外响起。“等等，你要搬回之前那个房间？那里都进水湿透了，住不了人的，谁让你搬出去的？”最后一句隐隐带着怒意。霍子昂也神色不悦地看了门口的佣人一眼，迈着大长腿，声音带着隐隐的压迫：“谁在里面？”边说边走进去。然后青年高大的身影瞬间僵住，眸光一转，看见霍子昂，微笑着打招呼：“啊，子昂，好久不见。”斯人如画。霍子昂看着妍希的目光又深又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叫人去接你？”傅雨怀很快就笑着上前，态度亲昵地张开双手：“欢迎回家。”妍希避开了他的拥抱。少年时期他就很不喜欢傅雨怀这个坏习惯，但偏偏他从小在国外长大，习惯了西方人的礼仪和热情，加上那个时候他丧父，妍希又被嘱咐要照顾他这个弟弟，也只能勉强接受他的坏习惯。傅雨怀脸上的笑容停滞了一瞬，旋即又笑了起来，耸了耸肩，似乎有些无奈：“哪些东西是你的？管家叫几个佣人帮他一起搬吧。”陈香香似乎反应慢半拍：“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搬。”傅雨怀笑嘻嘻：“其实我觉得还是不用搬比较好，折腾来折腾去，把妍妍都折腾累了。妍妍既然要养病，自然需要安静的环境，不如去住西边的那间次卧吧，那里一直都收拾打扫得很干净，稍稍收拾下就能住了。”她漂亮的狐狸眼含笑看着妍希，仿佛很真诚的建议。只有妍希知道她是故意的。西边的那间次卧规格跟她住的这间差不了多少，曾经是母亲养病的地方。按照小说里的内容，他回到家时已经是1个月之后。那时候陈香香已经在他的房间里住了一段时间，所有人都习以为常，他也确实给这个家带来了许多欢笑和快乐。妍希的归来就显得有些不那么合时宜。家主席景行对亡妻情根深重，人死了那么多年还一直怀念，鲜少展颜，严家也一直笼罩在哀伤之中，似乎丧失了欢笑的权利。但在长久的哀伤也会被时间冲淡，所有人都期盼着能快点走出来，重新拥抱绚丽多姿的生活。因而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自发的维护像是小太阳般温暖的陈香香，而警惕戒备着有可能把这个家又拖入苦痛之中的妍希。于是所有人都帮腔陈香香，生怕妍希要抢回自己的房间。只有何管家一个人据理力争，明明就是大小姐的房间，让外人住了也就算了，大小姐回来了居然还不挪地方，这是什么道理？那个时候也是傅雨怀笑嘻嘻的建议他居住母亲的房间。妍希心中虽然有些不舒服，只是想着陈香香毕竟来者是客，同时不想家人之间失了和睦，到底还是大方地接受了傅雨怀的建议。这大方的一让，让他到死都没能再住进自己的房间。
此时此刻，妍希又怎么会退让？妍希看着傅雨怀，浅浅一笑，不行，不行。另一道声音也同时响起，是霍子昂。他皱眉，显然不认同，这是妍妍的房间，和管家吩咐佣人叫人来给大小姐收拾房间。陈香香冲他安抚性的笑了笑，主动站出来道：“是我该把房间让给妍妍姐。”让这个词让妍希饶有趣味的笑了笑。那你恐怕搞错了，这个房间是我的，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说着意味深长的看了陈香香一眼，眸光落在了她的颈脖子上。现在东西可以还我了吗？陈香香愣了片刻，才反应了过来，她的神情有些窘迫，手忙脚乱的锯取脖子上的那根项链。我不知道这个是你的，是伯父让我戴的，声音都快颤抖了。妍妍姐，你别误会我。就冲他这句话，妍希也必须误会他。一再的强调是袭警行要求的，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呢？还是想激怒他？妍希让何管家把那根项链收起来，浅浅一笑，我以为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陈香香脸色都涨红了，低垂着脑袋，一副难堪至极的样子。傅雨怀狐狸眼闪了闪，妍妍，你这话说的太严重了吧？就是借贷一下，严伯伯都同意了的。老实说，在场的几个人谁都没见过妍希这么不客气的样子。妍希从小养在严家，一举一动都沾染百年世家的底蕴和教养。她性格平和，天资聪颖，从小就是最完美的名媛淑女范本，待人待物永远从容淡定，又心怀悲悯，始终对弱小的人或事物多一份宽容之心，从来不愿意与人为难。傅雨怀印象中，他连生母去世，悲痛都是深深藏在心里，小小年纪还要安慰父亲和招待前来吊唁的宾客，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样的人在遇到冲突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息事宁人才是。可现在妍希对待陈香香的态度可以称得上咄咄逼人了，这可不符合严家的家规和妍希的教养。好吧，那换个说法，不问自取是未偷，他经过我同意了吗？妍希转头看着傅雨怀，雨怀，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这么是非不分了？还是说我爸就可以随意处置你的东西，而不经过你的同意？傅雨怀眼底有黑气一闪而过，很快舌尖抵着后槽牙，缓缓笑了。好吧，是我多嘴，妍妍你说的都对。他摸了摸鼻子，一副吊儿郎当又玩世不恭的样子。妍希没有多管他，顿了顿，又转头看向陈香香，是你在办宴会？陈香香，是。妍希点头，那你恐怕得梳理一下你的交友圈子，刚刚有个男的见面就动手动脚，没得逞就污蔑说我偷了你的手链。陈香香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抱歉，我马上就去说他们。陈香香倒是没有争辩什么，她发现霍子昂的脸色已经变了，冰山脸上带着愠怒，而傅雨怀也站直了身子，脸上的笑容都淡了几分。妍希可不是任谁都可以随便欺辱的。陈香香心里懊恼的不行，知道今天自己终究还是落了下风，恨不能马上把陈勋那个废物提过来磕头道歉。妍希，哦，那倒不用，人我已经让人轰出去了。陈香香，妍希偏了偏脑袋，今天好像是你生日，希望没扫你的心。陈香香反应了过来，赶紧摇头，没有没有，你教训的是他，那是活该。那就好，正好佣人也火速把东西收拾好了。妍希朝和管家示意了一下，便请所有人出去，自己关上门休息。他是真的困了，没心情去招待这些人，只想好好睡一觉。不一会儿，佣人过来请陈香香下去，说是蛋糕已经准备好了。余怀，陈香香扭头看着霍子昂，轻声说：“子昂哥，你可以陪我下去切生日蛋糕吗？”眼神忐忑而紧张，顿了顿，又解释：“你是我最重视的朋友，所以我希望。”霍子昂看向陈香香的眼神软了几分，点头颔首：“走吧。”楼下，佣人已经让人把巨大的5层生日蛋糕推了出来，众人围着生日蛋糕，热热闹闹的等着陈香香。陈香香带着霍子昂和傅雨怀下来，都笑着招呼：“香香、霍少、傅少。”这些同学大多家境富裕，大家其实一开始并不怎么看得上从小山村出来的陈香香。然而陈香香靠着实力和人格魅力，渐渐的征服了大多数人，成了班上最受欢迎的存在。总有瞧不起陈香香的那些富家女，一直在嘲讽陈香香再如何，那也是山鸡变不了凤凰，本质上还是个穷逼。于是陈香香这次生日，有心人便10多桌想要给陈香香办生日派对，其实是想看陈香香出糗。真要有本事把家里的别墅豪宅亮出来，邀请大家上门做客呀。万万没想到的是，陈香香还真把他们邀请过来了。豪宅是真豪宅，占地好几百平方米，仆人成群，惊呆了一众人。最关键的是，陈香香居然把校草傅雨怀和顶流霍子昂都邀请过来了，三人之间态度亲密，显然是很要好的朋友。谁还会质疑陈香香的身份，怀疑陈香香在席家的地位？她就是当之无愧的席家大小姐。香香，快点过来切生日蛋糕！有人热络的招呼，态度比之于之前热情了不少。陈香香被众星拱月的围在人群中间，看了看一左一右站立在自己身后的霍子昂和傅雨怀，心里感觉无比的满足。他笑着在众人的催促下讲了一段致辞，态度从容大方，任谁看来那都是真正的豪门大小姐。许愿吹蜡烛切蛋糕，一个尖细的声音忽然道：“香香，你们家那个亲戚怎么也不下来啊？”“对啊，怎么也不下来一起吃蛋糕啊？这也太不合群了吧？”“就是怎么也不下来一起玩玩啊？要不我们让人上去请他下来吧。”“香香，今天是你过生日，
他居然都不下来给你过生日，未免太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吧？我看是都不把霍少和傅少放在眼里吧？陈香香赶紧解释，不是的，不是的，啊，他是身体有些不舒服，需要好好休息，你们别这么说他。但这句解释在别人看来都是借口。霍子昂眉心微皱，脸色阴沉，眼看着就要发火。你们生日蛋糕吃完了吗？忽然响起了何管家的声音，大家笑着说没有，以为何管家这是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节目要安排，还在好奇地问陈香香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陈香香摆着主人的架势，笑盈盈的准备等何管家宣布惊喜。何管家点了点头，已经吃完了是吧？那行，今天陈香香小姐的生日宴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到来，现在请大家有序离场吧。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家大小姐的意思，大小姐说允许你们吃完蛋糕已经是给予怀少爷跟子昂少爷面子了。陈香香不是说自己是豪门大小姐吗？刚刚管家好像不是这个意思。陈香香撒谎了呗，人家正主回来了，他这个替身还算个球啊，替身就是替身，竟然还妄想取代正主，真是搞笑。刚中被拆穿也换太丢人了，我得钻地缝，哈哈哈。妍希也太彪悍了吧，明天他的蛮狠霸道名声肯定要传遍全城了。哥，你不知道席家那个得了癌症的女儿回来了，还北桥市第1名媛呢，我看这名头转眼就要让给别人喽。你是说妍希？对啊，他还把大家都赶走，他一个都快要死的人这么小心眼，难怪大家都叫他短。陆清明对上他的眼神，心里打了个突，立马噤声，好像他说错话了，表哥真的生气了，他害怕。我错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刻薄了？陆清明赶紧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说了。谢长泽这才移开目光，转身离开，而且他也不会短命，他会比任何人都要活得长长久久。妍希睡了一觉，梦里仍旧是纷乱的人影。醒来时，四下静悄悄的，天色将明未明。他走到露台上透气，之后去湖边晨练。身体到底还是吃不消，他没敢跑，只能徒步走动。这个点，这边又是别墅区，一般根本就不会有人的。但今天早上居然有人在湖边慢跑，对方腿长脚长，身量修长，跑步的动作充满了力量感和美感。那是两人视线对上，妍希礼貌地笑了笑，你好。对方微微颔首，目光平静温和，你好，大小姐。有人匆匆从院子里跑出来，妍希便转身直接进了自己别墅院子。夕颜，妍希的哥哥看着妍希，神情激动，出去跑步了？你的脸真的没事吗？妍希回复没事的哥哥用星耀后的不良反应。陈香香主动朝妍希道歉，妍妍姐，对不起，昨天害你不高兴了。妍希没有理会他。此刻席景行进来，妍希叫了一声爸，问席景行，爸爸，之前您去 F 研究所购买单细胞注射药剂，不是已经轮到我们了吗？药剂呢？席景行暗哑的声音，药已经给香香的母亲用了。爸，席颜忍不住提高了音量，你怎么就把药给了外人呢？妹妹怎么办？这可是救命的药，没有真的可能会死人的。陈香香脸色苍白，手足无措地看向了席景行，而席景行也满脸羞愧，几乎抬不起头来。当时情况紧急，香香的母亲也得了癌症，需要救命。香香求到我跟前，我没办法。妍希神情平静，内心已经没有了什么波澜，毕竟提前就知道了结局，确实没什么好惊讶的了。可是爸爸，我等这个药已经等了3年。妍希目光低垂，脸色隐隐透着病弱的苍白。我未必再有一个3年可以等。席景行抬头看着妍希，妍妍，爸爸对不起你，都怪我。陈香香贝齿轻咬着下唇，主动招揽责任，是我跪下来求惜伯伯的。妍妍姐，你还有我呀，我可以捐血捐骨髓的，我们俩骨髓是匹配的，已经查过了的。陈香香忽然说，小说里陈香香先提了捐骨髓的事情，于是那2剂药的事情就这么含混过去了，仿佛根本就不存在。而捐了骨髓之后，陈香香就彻底成了妍希的救命恩人，妍希在陈香香面前注定了低人一等。每次两人之间有冲突，所有人都向着陈香香，用救命恩人的身份压着妍希，逼得她不得不对陈香香一再退让。献血捐骨髓的事情就算了吧，你那么瘦，身体恐怕吃不消。妍希平和的微笑，而且以严家的财力还不至于找不到合适的骨髓。2剂单细胞针剂 F 研究所对外公开售价180万1剂，严家确实花费了些功夫，算20万好了，你直接还我380万，我们赢货2剂。380万这个价格，妍希不算欺负陈香香，收得很良心了。果然，听到这句话，席妍心就炸了，380万，不行，这要救救他们费了很多力气才搭上关系的，否则全球那么多癌症患者，为什么妍希能有名额排上队？还不是靠着严家的关系。席妍看向陈香香的眼神再也没有了前几天的欢喜，只剩下满满的敌意。要早知道这个女的是来害他妹妹的，他咬死她的心都有了。席景行也觉得不妥，不行，妍妍，香香可以给你捐骨髓，你别想太多，你的要救了她母亲，这是她应该做的。妍希说着，既然收钱了，那就没必要。他微笑的看着陈香香，你可以写一张欠条给我的吧，这样你以后努力赚钱还钱，也就不用觉得对不起我了。瞳孔骤然放大，我茫然接过手机，看到屏幕上那100多个未接来电时，整个人都傻了。我拿走了，记得还钱。陈香香欠了大小姐380万，她一个农村来的学生，怎么还得起啊？既然没钱，还敢用那么贵的药，
想白拿吗？陈香香有万人迷系统，她可以让系统帮忙，不过能不能还得起看她本事。陈香香也是机缘巧合之下绑定了一个叫做万人迷的系统，她可以通过刷男性目标的好感值而获取积分，用以兑换各种各样逆天的奖励，从而走向人生巅峰。这让她简直欣喜若狂，她就知道她生来不凡，注定是那翱翔9天的凤凰，而妍希就是她的垫脚石，是她要取而代之的存在。西井行好感值下降至 50%， 席妍好感值下降至 1%， 冰冷的机械音在陈香香耳边响起，让陈香香心猛地一坠。怎么会降那么多？西井行假惺惺也就算了，席妍居然直接差点清零，亏得他还一直帮席妍去给王子楠牵桥搭线，连昨天生日那样重要的场合都自降身份邀请了王子楠这个穷鬼参加。算了，陈香香莫多纠结，事已至此，纠结没有任何用处，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脱离眼下的困境。系统，我记得积分满1万是可以直接兑换现金的。陈香香想了想，你直接给我兑换380万吧，1万积分只能兑换10万现金。系统音仍旧冰冷无情。妍希神情平静地收回了目光，抬手敲了3下门，之后便推门而入。爸爸，妍希走到西井行面前，妍妍，你来的正好，阿勋为了昨晚的事，特意来跟你道歉了，只是一场误会，阿勋是香香的，表哥都是一家人，你就别计较了。他这样子，我可没看出来想道歉，连尊重他人都学不会，还会反省。妍妍，阿勋刚才已经诚心认错了，你就看在爸爸的面子上，大度一点。他对我动手动脚，家里的监控都是证据，我如果不大度，昨晚就直接报警告他性骚扰了。爸，您什么时候这么是非不分了？妍妍，来人，把他拖出去，永远不准他踏进别墅半步。是，大小姐。他没救了，还是先维护。好香香。他当着妍希的面拨了通电话，吩咐道：王特助，以后公司那边也不用让陈勋过去了，就说他外形不适合当艺人。妍妍，抱歉是爸爸考虑不周，爸爸给你出气，你不要因为陈勋的事影响对香香的看法。妍希笑了一下，毕竟这栋别墅还是登记在我名下呢。席家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能有今日的财富和地位，全赖于严家提携。妍希的母亲严倾城不仅是名门闺秀，学术大拿，经商的本事也是一流。嫁入席家后，把嫁妆都投资开影视公司，很快就混得风生水起，一度成为业内佼佼者。他病倒后，把公司股份和几处房产都转到了一双儿女名下。席景行当初对妻子一往情深，他做什么他都不反对，当然他多半也是知道自己没资格反对，但估计他也没想到有一天居然会被女儿这么宣示这栋别墅的所有权。妍希他是为了提醒我，手我是外人吗？我入赘严家这么多年，在上流社会早就有了属于我地位和名望，现在竟然要被我女儿指着鼻子教做人。席景行微微皱了皱眉，妍妍，我们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能说这种容易让人心离散的话。席景行觉得女儿这次回来陌生了许多，这让他感觉有些不适。就因为是一家人，所以我才给您面子，允许您住在这里。爸爸不要为了别人伤了我们父女感情才是。大小姐，何管家在外面敲门，我可以进来吗？妍希收起伤感，放下手机起身去开门，然后就被眼前的一幕晃得眼睛有些瞎。席妍从何管家后面探出头来，冲妍希做了个鬼脸。妹妹 ，Surprise。席妍，还是子昂跟我说，怕你没新衣服穿，联系了几个品牌给你置办，又不好自己送过来，才专门找了我。妍希手指微顿了一下，旋即若无其事微笑着说，那我还真得好好感谢他。对了，衣服的钱付了没？直接刷我的卡吧。席妍有些傻眼，你怎么还转钱给他？这多生分啊！妍希转头吩咐何管家，把衣服都分类放好吧。妍希，他没打算是穿这些衣服，就这么放好吧，标签别弄掉了。我不缺这些钱，也不需要这些衣服。妍希想了想，带着席妍去了一趟玻璃花房，打算捡些花枝回来装饰房间。席家虽然有专门的花农在打理这些，但他比较喜欢亲力亲为，看着这些漂亮而生机勃勃的花朵，他也应该努力活下去啊。席妍说着，果然，小姑娘都喜欢这些漂亮的事物。妹妹，送给你，这是别人家院子里的花。妍希杏眼圆瞪，表情有些吃惊，有些呆。席妍忍不住得意的笑了笑，怎么样，哥哥厉害吧？我告诉你，隔壁邻居小气的要死，每年院子里花开的特别好看，就是不许别人进去赏花，所以你喜欢的话就只能暴力偷摘了。妍希隔着镂空的院墙看着对面的人，勉强保持住微笑。您好。对面的人也笑了一下，是早上看到的那个邻居，身量修长，长得非常漂亮，却如同早樱般清贵中携着冷肃。你好。席妍茫然的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看差点当场去世，之后整个人都弹跳起来，一溜烟跑没影了。妍希还是第一次见天不怕地不怕的席妍这样，就仿佛老鼠见了猫。隔壁的少年却开口了，声线是华丽低沉的，却清冷，冷如裹着冰雪。你喜欢樱花，需要进来采摘吗？妍希回过神来，笑着说，好，谢谢，那我就打扰了。席妍偷摘了人家的花撒丫子跑了，他总不能跟着跑，没办法，只好上门道歉，顺带赏个花了。妍希已经进入了谢家庭院里，春和景明，满庭院的樱花开得正绚烂。中式庭院布局也很讲究，3步一景，处处都能看出主人的用心。少年长身玉立，站在樱花树下，仰头看着天空，
扶着树干的手修长，腕骨突出，是一抹玉似的细腻的白。听到动静，他回过头来，朝妍希微笑着点了点头。妍希这才注意到他另外一只手拿着花剪，旁边的石桌上已经放了几枝樱花，原来他是在剪花枝。带着妍希进门的老管家笑着说：“少爷，妍希小姐过来了，她还带了糕点给您吃呢。”谢长则已经剪好了花枝，把花仔细的包好。这些是送给你的，要是不够，等会儿再给你摘一些。妍希吓了一跳，这都装了2大袋子了，够了，谢谢你。顿了顿，微笑着致歉，刚刚未经你同意就摘了你家樱花，抱歉啊，希望你不要见怪。谢长则：没关系，你要是喜欢，随时可以来采摘。妍希折回去告辞，谢谢你们家的樱花。谢长则起身：我送你吧。少爷，您过敏了，我去让家庭医生过来。不用，我去药铺里摘几株药煎水喝就行，不是什么大事。妍希走进大厅的时候，发现家里有些热闹，有品牌方工作人员端着衣服之类的进出。陈香香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到妍希进来，蹭的一下站了起来。妍妍姐。陈香香仿佛有些不自在，轻声解释：这些都是席伯伯和子昂哥、雨怀他们送我的生日礼物，妍妍姐要是喜欢的话，我送你吧。景行正好从书房出来，看到这一幕，很是欣慰。还是香香考虑的比较周到，妍妍确实没新衣服穿，不如就先在香香这边挑2件凑合着穿吧。他一直担心妍希跟陈香香相处不好，现在看陈香香这么懂事，主动向妍希示好，乐于分享，确实是个好孩子。席景行眼含期待的看着妍希：妍妍，你看这件怎么样？我觉得挺适合你的。妍希知道他在期待什么，陈香香都主动示好了，他如果不接受，不仅显得不近人情，还会被怀疑对陈香香有意见。妍希摇了摇头：我觉得不合适。陈香香一愣，脸上顿时闪现一抹尴尬。席景行的脸上也难掩失望，甚至下意识的看了一眼陈香香，担心她会下不来台。爸爸，你大概忘记我已经不是15岁了。妍希从容不迫，甚至还心平气和的笑了笑。这3年我已经长高了不少，现在净身高都有1.73米了，香香的衣服可不适合我。陈香香的身高目测也就她15岁时一样，大概1.62米左右。只是陈香香似乎很善于打扮自己，还喜欢穿跟比较高的鞋子，导致视觉上拉高了不少，让人总觉得她们差不多高。其实妍希这2天一直穿舒适软底的平底鞋，衣服也是随便捡了件勉强能穿上的，没有凸显出大长腿的优势。她这一说，大家似乎才注意到，她那双笔直修长的大长腿确实不是陈香香可以比拟的。现场氛围一时有些尴尬，何管家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他之前不说，是席景行陡然出现，说了好像是在欺负陈香香。其实我们大小姐也不需要这些衣服，霍少下午就让人先送了一批衣服给大小姐呢。所以陈香香显摆个什么啊？当他们家大小姐是那种穷的需要她施舍衣服穿的人吗？哎呀，还是子昂细心，对你们姐妹俩都一样好。还是不一样的，子昂送来的衣服我已经给他转账了，毕竟我不像香香这样负债累累，不需要别人的馈赠和施舍。我上楼插花了这些东西，你留着慢慢欣赏吧。刚刚妍希是去隔壁摘花去了，可谢长泽不是一直都很冷淡不近人情的吗？连系统都无法读取他的喜恶值。陈香香猛地攥紧了手指，眼底有暗芒一闪而过。香香，你看这身衣服多适合你，你穿上跟妍妍以前简直一模一样。陈香香道：真的吗？那我明早就穿这一件去上学。这一身穿在我身上，跟妍希以前一模一样。她现在又满脸疹子，被我碾压，希望她看到还能绷得住。从陈香香模仿我的穿搭来看，我以前的穿衣风格确实太寡淡，不好看。陈香香微笑着走过来打招呼：哥，于怀哥。于怀哥，你是来接妍姐去上学的吧？她去换衣服了，等会儿就会下来。他笑盈盈的打招呼，眼神里满是赞赏。你今天很漂亮，娴静时如浇花照水，行动处似若柳扶风。谢谢。席妍都一副吃惊不已的表情。你不会是故意模仿妍妍的吧？这样真的好像啊。雨怀说着胡说八道。香香本来长得就像妍妍。于怀哥，我这样穿是不是不好？挺合适的，这衣服很衬你。此时楼梯间有一位红衣灼灼，风华绝代，浓稠艳丽的眉眼比春日骄阳还要浓烈3分。那是18岁妍希即将完全盛开的风华，拙劣的让人无法忽视。妍希似乎对自己的这份美貌毫无察觉，心不在焉的嗯了一声。傅雨怀看着面前的妍希，狐狸眼里有暗芒闪过，嘴上却笑嘻嘻的。妍妍，第一次看你穿成这样，太让人惊艳了。妍希说着吃早餐吧，在晚上课要迟到了。席妍笑着说对，没想到咱们还能一起去学校，真是太好了。背后的女佣嘀咕着，这么一对比，还是咱们大小姐漂亮又有气质。东施效颦，正主是冒牌货永远无法与之媲美的。接着他们4个一起吃早餐。陈香香笑了笑说，妍妍姐，你放心好了，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关照你，帮你适应学校节奏。傅雨怀忽然开口，妍妍，香香是学生会的，也是新晋校花，在学校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她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10，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上，其实香香都能帮到你很多的。妍希点了点头。你们说了那么多，我想请问一下，香香现在读高几？没猜错的话，她应该读高2吧？抱歉，我是来读高3的。妍希笑看了回去。陈香香的瞳孔微微收紧了一下，搭在膝盖上的双手猛地攥紧。妍希怎么会去读高3？她难道想直接高3，4个月后参加高考？席妍傻乎乎的高兴，
妍妍这是打算跟我一个班吗？妍希看了傻乎乎的席妍一眼，点头，陈香香眼底飞快的闪过一抹讽刺，席妍读的可是国际班，都是尖子生，怎么可能收他一个休学3年的人？盛阳高中办公室，妍希同学，这位是你的班主任刘玉生老师。德育主任带着妍希进门，笑容热情周到。那刘老师，我就把妍希同学交给您了，你可要把人好好带好了呀。妍希客气的跟老师问好。刘老师你好。刘玉生抬头打量着面前的学生，果然不愧是大小姐作风，上个学都穿的像是要去 T 台走秀，张扬又肆意，一看就知道心思不在学习上。刘玉生的目光落在妍希的脸上，不满的皱眉，你怎么还戴着口罩？快摘下来吧。妍希闻声拒绝，抱歉，我吃药过敏了，口罩不能摘。刘玉生转头就冲还没走的德育主任道，这个学生的入学考成绩单呢？德育主任愣了愣，有些懵，他下意识的解释，妍希同学是被学校破格录取的，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完全不需要入学测试。那抱歉，没有入学考试成绩单，我不能接受这个学生。刘玉生的表情微冷，这不符合学校的规定。德育主任有些尴尬，刘玉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他较真也不能说不对，可妍希真的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他想解释，那个刘老师，你看完了妍希同学的资料了吗？他规定就是规定，如果规则随便都可以打破，那对在校的数千学生公平何在？刘玉生寸步不让。妍希忽然开口，那现在能补考吗？我可以参加补考的。刘玉生审视的目光扫了妍希几眼，老实说，你倒是胆子还挺大的，你要是以为这样说我就计较了，那你恐怕打错算盘了。那你就在这个办公室里补考吧。刘玉生拨了通电话，很快就有助教抱着一叠试卷过来。刘玉生示意，你把这些试卷都做完，到时候我们再根据成绩评估你是否能进来国际班吧。刘玉生却看了看时间，忽然拿起资料起身，快上课了，我得去班上了，这里就交给主任，您帮忙监考吧。片刻过后，主任说着，老刘你快看，妍希同学简直就是天才啊，45分钟做了4张试卷，还全是满分。我不信，肯定是作弊了，这样人品有问题的学生，我绝对不会准许你进国际班。刘老师，你别激动，妍希同学确实没有作弊。妍希冷静沉稳的声音传来，刘老师，我想请问你，凭什么认定我在作弊？不看监控，也不听德育老师解释，就妄下定论。敢问老师，这就是您为人师表的德行吗？很好，刘玉生几乎咬牙切齿了，他教学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这么顽劣不堪的学生，死不认错，还顶撞老师。席家和严家就是这么教你的，你这样的学生，我们国际班可要不起。对，你们确实要不起，所以我不去国际班了，我去别的班。妍希说完，刘老师嘲讽说着，就你这副德行，凭什么觉得别的班会要你？妍希得意的说着，就凭我手上这几张满分试卷。一班班主任王保国惊讶说着，妍希全科满分，刘玉生居然不要。哎呦，其他班的班主任为了抢人都要打起来了，也不知道这么好的苗子最后会便宜谁。谢长泽率先迈步走了过来，王老师，我们要去抢一抢吗？说实话，我确实挺想要这个学生的，但是那就这么决定了，我先去帮老师，你把人截下来。你是妍希？不等妍希去找，火箭班班主任叶庆风风火火的找了过来，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火箭班？一张口就是这么一句。妍希说着，我放心不下我哥哥，如果叶老师同意他一起的话，其实席妍同学要进火箭班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叶庆思索住，声音放得越发的温柔，我会想办法帮助他提升成绩的。谢谢叶老师，那我就去火箭班了。妍希微笑着说。慢了一步，妍希被叶老师抢走了。走吧，老师带你去教室，你哥哥的事我一会跟留。老师说，妍希看到似曾相识的人，是邻居。此刻国际班内，席妍，你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去吧。刘玉生走上讲台，迎着学生们诧异的目光，淡淡道，以后你就不用来国际班了。叶庆居然上赶着要走这2个草包，跪舔资本的姿态简直丑陋，怎么回事？不仅同学们懵，席妍本人也懵。席妍坐在椅子上，此时有人走过来，哥，你怎么在这里？陈香香走过去，直接在席妍旁边的位置上坐下。香香，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很迷茫，为什么我妈妈偏偏生的是我这个儿子？席妍抬头开着满树的梅花，苦笑，我从小就不聪明，长相也好像很平庸，没有继承到我妈妈聪明的头脑和优越的长相。席妍的倾诉没有条理，乱七八糟。陈香香听得很认真，正因为认真，在发现抓不住重点之后，她就有些烦躁。果然是个废物草包，七零八落的讲了半天，全部都是废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闪光点啊，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比呢？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你啊！陈香香微笑的注视着席妍，目光真诚。我觉得你很好啊，你心地善良，为人大方，不拘小节，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席妍感觉被夸得晕乎乎的，挠了挠头，是吗？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陈香香心里想着，真是一个蠢货，几句好听的话就让你找不着北了。哥，你真的很好，很优秀，你要有自信。席妍敢一问，真的吗？是真的。陈香香的语气很认真，很坚定。其实学习成绩又代表不了一切，我相信你就算不读书也可以获得成功，你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在乎学习成绩。抱歉，他必须在乎。妍希的声音猛地响起，近在耳边，吓了陈香香一跳。妍妍姐，你怎么过来了？陈香香神色自然的站起身，你是来找席妍哥的吗？系统，你怎么不提醒我妍希过来了？
陈香香在脑海里谴责着系统，然而系统仿佛死机了一般，没有任何回应。学习成绩既然代表不了什么，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学习呢？妍希也没料到，他找过来的时候正好碰到陈香香对席言进行开解，可开解的内容却让他有些意外。按照小说里的描述，陈香香本人对学习成绩很重视，哪怕后来进了娱乐圈，她也坚持学习，还考上了帝都大学。后来更是靠着学霸的人设打了一波脸，收获了无数的粉丝。这样的人居然会劝别人不要在乎学习成绩。陈香香脸上现出几分尴尬，妍姐，这件事不能一概而论。妍希说着，你想我哥放弃学业，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好方便掌控他？他怎么会知道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妍希根本没打算听他解释，侧头看着席言，笑了笑，哥，走吧，我们去火箭班。席言愣了一下，去火箭班？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火箭班的叶庆老师已经同意接收你了，难道你舍得放弃这次机会吗？妍希微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温暖干净，坚定从容，又隐隐带着鼓励。席言甩了甩脑袋，就仿佛拨云见日，刚刚压在心头的阴霾瞬间被照得无影无踪。不，我不会放弃这次机会，那可是火箭班，整个盛阳高中最顶尖的班级，傻子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火箭班是盛阳高中最顶尖的班，他俩一定是动用了严家的关系才进去的。为了攻略席言，我花了1000积分兑换道具，你怎么不帮我盯着？还有，这个道具为什么不管用？陈香香问着系统。系统机械音冷冰冰的，解语花的效果已经发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被试用对象心性坚定，则效果会大打折扣。陈香香很快冷静了下来，这种迷惑人心的东西，说白了，效果也就那样。如果不是妍希赶过来，他差点就成功了。火箭班学习氛围一向都紧张而严肃。同学们，这2位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妍希微笑着开口，我叫妍希，希望接下来的时间里能跟大家好好相处，一起向着高考冲刺。席言也紧跟着开口，我叫席言，请大家多多关照。叶庆的目光逡巡了一番，席言，你就跟班长陆阳做吧。妍希你就做。老师，让妍希跟我同桌吧。傅雨怀忽然举手站了起来，他狐狸眼含着笑，我跟他认识，正好也可以带他熟悉一下火箭班的环境和教学进度。不用了。妍希清浅却坚定的声音响起，他的目光扫了一下教室后面几排，拿着书包走了过去。我就坐在这里好了，可以吗？一直低头认真刷题的女生吓了一大跳，抬头看着妍希，露出了脸上硕大的紫红色胎记。她看着妍希那双漂亮的眼睛，神情有些拘谨慌乱，小声说了一句可以，就低下头去。妍希把东西放好，直接坐了下来。傅雨怀非常无语，叶庆轻咳了一声，好了，那开始上课。钟声响起好，下课吧。席言跟我去趟办公室。席言回过神，好的老师。午餐时间，陈香香来到火箭班，妍姐，学校外面有家私房菜特别好吃，我们一起去吃吧。香香来了呀，香香今天好漂亮，像个小仙女一样。屁咧，香香天天都漂亮好吗？我是说香香今天格外的漂亮，格外的仙气。周围人也纷纷朝陈香香笑着打招呼，态度亲密，显然很熟人。忽然有人发现了什么，卧槽，我怎么觉得转学生眼睛有点像香香啊？这话一出，现场安静了片刻。是真的好像啊，不仅仅眼睛，额头眉毛都好像。如意也要认真看了看，笑着说，妍希，要不你把口罩摘了，让大家看看你跟香香长得像不像？对啊，就给大家看一眼吧。几个人起哄。陈香香故意说着，妍姐的脸都烂了，大家不要这样，她会伤心的，拜托了。周围有人说我看她脸是给她面子，别蹬鼻子上脸，就凭你想我摘口罩？滚！你怎么还骂人？你有家教吗？叶老师刚才说了，妍希生病吃药过敏，不要拿这件事开玩笑。我跟她说话，你个丑八怪少多管闲事。陈香香上前，哎呀，大家都是同学，别吵了，妍姐会生气的。妍希不消说着，我可没说要跟你一起去吃饭，别给脸不要脸，要不是看你长得像香香，你当我们会多看你一眼？傲什么呢？谁知道你是不是长得跟傅梦佳一样丑？傅雨怀起身，抬起大长腿，狠狠地踹在了卢逸瑶的肚子上。傅少喜欢的人不是陈香香吗？傅雨怀心情不好，说着闭嘴。妍希目光平静，神情淡淡，你们倒是一群人关系密切。傅雨怀，妍你听我。傅梦佳，我们走吧。妍希还是第一次在学校食堂里吃饭，感觉非常新奇。妍希也有些意外会碰到谢长泽，笑了一下，好巧。谢长泽点了点头，漆黑的眸扫过他的口罩，忽然开口，我这里有抗过敏的中药丸，效果很好，你要不要试一试？妍希这才想起他今天早上好像还戴着口罩说过敏了，这会儿看过去，皮肤光滑白皙，如霜如玉，一点瑕疵都没有。好啊，谢谢。莫名的，他不想拒绝对方的好意。等谢长泽离开了，傅梦佳忍不住开口，你怎么会认识谢长泽？妍希看着犹带着少年身上余温的药瓶，抬眸不解的看过去，怎么了？有问题吗？傅梦佳笑着解释，我是我们年级第2，第1就是谢长泽，而且还是断层10几、20几分的第1名，他在我们这一届可以说是无法超越和撼动的神话了。是吗？哇，刚刚那个居然是妍希，我的天，这气质真的绝了。陆清明惊叹。不过如他干嘛跟那个女生混在一起？他不知道傅雨怀跟那女生有嫌隙吗？
而且那女生还是慈善生。谢长则脚步停顿了一下，跟慈善生混在一起有问题。谢长则神情淡淡，没记错的话，傅雨怀也曾经是严家资助的慈善生吧？啊，陆清明简直瞳孔地震！北乔是豪门世家富家的少爷，怎么也轮不到去当慈善生吧？还有，他既然受了严家的恩惠，怎么还对陈香香那么好？化学随堂小册的试卷批改完了，班长和课代表在吗？来发下试卷。这次傅雨怀和傅梦佳都是100分，发挥很稳定，继续保持啊。叶老师，妍希考了多少分啊？旁边同学也很好奇问。是啊，叶老师，我也好奇新同学考了多少分。你好几年没有上学了，肯定考个位数，老师说出来就等着丢脸吧。妍希考了满分，最终靳老师还是给了个答案。卢易瑶脸上的表情僵住了，他不敢置信的看着靳老师。行了行了，都放学了，赶紧回去吧，没事多向妍希同学学习。卢易瑶说着，哎呀，我可算知道你为什么要跟傅梦佳做同桌了，你不就是知道今天有随堂小册想抄傅梦佳的试卷吗？虚荣心真够强的呀。妍希她没有。妍希说着心脏，看什么都是脏的。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这次我不跟你们计较，下次再敢说这种没有证据的指控，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妍妍，他就是嘴贱。你，傅雨怀，你可要担心一下自己啊，跟他走这么近会被戾气传染的。妍希直接走了。陈香香躲着偷听，傅雨怀心里果然还是很在意妍希。系统，傅雨怀现在的好感值是多少？目标人物好感值下降至 60%， 请宿主再接再厉，努力刷取目标好感值。竟然掉了 10%。傅雨怀勾着书包，神情懒散。香香，走吧，我送你回家。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陈香香脸上却不动声色，笑着指了指手中的资料。我们音乐社那边让我新谱的曲子，我刚改了一小节，得回去再合一下。余怀，你要过去听听吗？新谱的曲子？傅雨怀勾唇笑了，那我自然是要去听听的。那我们走吧。学校门口，距离妍希和席言坐上车已经过去10几分钟了。席言看了眼手机，挠了挠头，香香好像在忙，没接电话。妍希开口，回家吧。司机张安却动都没有动一下。香香小姐还没走呢，这不大好吧？有什么不大好？我有让哥哥通知他6点半准时走人的。妍希看了眼时间，现在都已经6点50了，我已经多等了他20分钟，有什么不好？